Trump says they are kissing my ass, but he will never get that call from China. 气急败坏之下，特朗普再次极限施压，说要给中国的关税加到125%，但是其他地方都先暂停90天。美国以为自己玩了一个高招，其实背后透露了2个信息：一，美国没牌了，手中就1对3，只能变本加厉的玩关税战，可是数字越高有什么意义呢？二是美国恼羞成怒，想要逼中国就范。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社交媒体上转发毛主席的视频，人民日报、央视纷纷制作海报，一句话：奉陪到底。我们不是不谈，是想要和中国谈，必须先端正态度，拿出平等的姿态。中国一句奉陪到底，绝不是意气行事，而是我们这么多年来面对霸权强权一贯的底气。一个积弱的中国都不低头，何况一个蒸蒸日上的中国？特朗普嘴上说其他国家都在和美国谈判，幕僚们都在吹美国赢麻了，但是事实上，世界人民已经团结起来对付美国的霸道霸凌。欧盟投票通过对美征收25%的报复性关税，加拿大对等反击美国，中方与欧盟、东盟讨论应对美国的对等关税。4月9号，在世贸组织一个会上，中方代表支持美方对等关税是开错方吃错药。英国、加拿大、日本、韩国也纷纷发声，指责美国破坏产业链的稳定，冲击全球的贸易秩序。秘鲁、哈萨克斯坦、乍得这些发展中国家都站出来说，美国这套做法不仅损人不利己，还重伤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安全。全世界人民苦美国久矣，这不仅仅是经济的比拼，地缘政治的博弈，更是人心的较量。说白了，这轮暂停关税善意点讲，是美国看到了市场和国际社会的反应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，承受了太大的压力。中国的强硬表现让美国可以借坡下驴，稍微缓缓。但大家细品，如果说是给不报复的地方暂停，那么欧盟算不算？加拿大算不算？美国怎么没有针对这些国家呢？但是如果从最坏的角度去推测，美国政府是不是在操纵市场，然后有一帮政客谋取私利？华尔街大鳄是不是在利用特朗普政府的草台班子翻云覆雨大保私呢？别忘了，特朗普在宣布暂停关税前，还在社交媒体上号召大家买入股票。美国这一波操作信用直接跌到了谷底，135加关税，246取消关税，大国的信用早就被特朗普的伟大交易给搞没了。即使那些现在选择妥协的国家也明白，他们迟早还有可能被特朗普敲竹竿。中美的比较给全世界打了一个样，中国始终是全球经济的稳定剂和避风港。美国不想其他国家搭便车，我们欢迎各国搭中国发展的快车。美国怕其他国家占他的便宜，中国搞人类命运共同体。我们正置身于一场100年未有的变局当中，全球货币、经贸以及地缘政治秩序不断拉扯重构。没错，这将会是一场持久战。但是别忘了，8年前打过一次贸易战的我们能挺住，今天的我们只会更强硬。我们不靠嘴炮搞复兴，我们靠的是有韧性的产业链，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的生意伙伴，靠是扎扎实实的技术进步，勤劳踏实的努力工作，还有14亿人民的团结意志。奉陪到底什么意思？我们赔得起，也打得起，更扛得住。